好像吗？我没有喝过这个。来，坐里面吧，有位置里面坐。俺拿钱的，写不上面。这跟我们讲什么客气嘛？大家好呀，我是阿林。漫步甘肃兰州的街头，常能看到伊斯兰餐馆。位于兰州城关区的南关民族风味一条街，集合了众多清真风味小吃。这里还坐落着南关清真大寺，是兰州打造的清真风味特色夜市。在这条300余米的美食街上，不仅有兰州当地的清真特色小吃，同时也汇集了西北地区的各色风味。南关夜市所在的酒泉路其实历史很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最初在这条路上，两侧的餐饮商户就不少，后来逐渐地形成了有规模的夜市，当地也叫老酒泉路夜市。现在的南关夜市，从牌坊到店铺都是经过改造后的明清风格仿古建筑。对于街道的规划，丰富了美食街的氛围，也为当地人和游客打造了品尝兰州美食的好去处。夜市入口处第一家餐馆海龙炒面，有着普通的名字、简单的店面，而惊艳的味道往往都会藏在平凡中。好多游客都是查了美食推荐慕名来到这里，而对于兰州本地人来说，这里更是有着他们念念不忘的味道。炒面或炒饭，再来几个肉串可是绝佳搭配。兰州的羊肉串都是选用羊腿肉，现切现穿现烤，而且是按把卖的，20元半把有10串。烧烤调料并不复杂，最鲜的羊腿肉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美味。在仅有的调料中，辣椒粉分量最多，它也代表了兰州以及整个甘肃味道的重口味主旋律。呼呼的炭火映衬着师傅烤串的手艺。通常烧烤很少用明火，而这里的小串正是需要旺火高温，迅速锁住鲜美的腿肉。橙色的火苗包裹着一把鲜嫩的肉串，在师傅老道的手法中上下旋转翻滚，每一块肉都被烧烤得恰到好处。招牌味道出锅了，炒面粗广，劲道十足，滋味鲜香。土豆、蒜苔、洋葱、青红椒非常入味，搭配相得益彰。散落在其中的牛肉更是点睛之味。一大口面混合着肉香菜香，嚼在口中的感觉，一定是兰州之行忘不了的味道。一碗炒饭同样深藏着独特的滋味，复合调味粉包裹着每一粒米饭。原来炒饭也可以如此的令人舍不得放下碗筷。这次的肉串我没有放辣子，就是想尝一尝猛火烤制出来的羊腿肉是如何的一咬便是满口的鲜肉汁。
而这份稍重口的小凉菜3个字：咸、鲜、辣。羊杂是店里的另一类特色，羊蹄儿、肚包肉、羊杂碎，还有整个的羊头，这些同时也是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特色美食。碗中的羊杂碎25元一份，可以加汤，也可以干拌。锅中的这些小福袋就是肚包肉，用剪刀剪碎，放上调料吃。其中的蒜泥和辣子是必不可少的。夜市上卖羊肉串的摊位不少，每家前面都会挂着新鲜的羊腿，还有剔完了肉的腿骨，表示肉串都是现切现穿的。每串的价位也都是2元，不过是按把卖的哦。这边师傅的烧烤手法与之前的一样，都是猛火快烤，让肉串在烈火中上下翻滚。夜市上的羊肉串也可以按斤来卖，鲜切羊腿肉是90元1斤，另外还有烤羊肚、烤腰子、烤羊肝等等。他们25只。来，吃饭的。地处西北的兰州，夜幕本就来得晚，这里的热闹更是会延续到凌晨。来到夜市的游客量平均每日会达到2万人次，高峰时则会达到5万人次。来吃饭，吃来吃饭呗。甘肃兰州远离大海，不过并没有减少对于海鲜的喜好。夜市上的海鲜烹饪方式以烧烤和爆炒为主，像是常见的椒盐小河虾、炒蛏子、炒青口等等，价位在35到45元之间。鲜活的小龙虾，大份是128元，小份是68元。干骨辣椒是妥妥的甘肃特产，并且有着超过400年的种植历史。
甘肃甘谷出产的鲜辣椒细长，形似牛角，颜色亮红，皮质厚，辣味浓，油分多。用它做的油泼辣子更是香辣味纯。正宗的油泼辣子，香辣味道有层次，因为其中还加入了八角、草果、桂皮等等香料。加上一勺油泼辣子，那可是下饭神器。这家摊位正好也在卖凉面、凉皮儿，用的应该就是自家的辣子。前面这是一家新疆风味，手抓饭、烤包子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葡萄干、胡萝卜、大块羊肉是手抓饭的标配，其实还应该有黄色的胡萝卜。这口馕坑是用来烤肉串的，坑口边缘的铁圈就是挂肉串的地方。与夜市上兰州本地小肉串不同，新疆羊肉串常常是用这种粗大的铁签子来穿。这个里面是炭吗？烫是很烫这个。啊，我说是那个木炭吗？啊，木炭，就是木炭。馕坑的内壁上贴满了薄面皮的包子，在高温炙烤下，面皮表面渐渐变成焦黄色，内馅中的汁水也会慢慢渗出，热气混合着肉香扑面而来。美女，哎，这两个哪里呢？这两个那后面那个客人的，哎。这小包子来了，来，小心手，小心嘴，嘴烫坏了。这个放的一点点，这个这份孜然炒肉夹馍用的是牛肉配青椒，铁板上现场炒制，夹入白馍中，香气在热力的作用下弥散在整个馍中，孜然味浓，牛肉香嫩，青椒解腻。这家据说上过春晚的炒波辣，是甘肃有名的特色美食，相传起源于西汉时期。炒制的食材是羊的各种内脏，更为特别之处其实是它的烹饪用具，又大又圆的铁盘，在其上不停地翻炒，也正是炒波辣名字的由来吧。这道悠久历史美食的背后，当然有它的小故事。据说西汉时，霍去病将军在胭脂山与匈奴作战，士兵们用盾牌作为锅具，将羊肉和羊杂在火上猛炒。这种特别的烹饪方式，后来被当地的百姓学会并加以改良，逐渐形成了现在的炒波辣。
色掩映下是南关清真大寺。这座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南关大寺，是明清以来兰州最著名的6大清真寺之一。大寺坐西面东，前后分2院，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生活2字的竖匾是由陕甘总督松云于1809年3月题赠。整个大寺采用传统宫殿式建筑风格，依次有牌楼、亭殿等建筑，布局和谐，气势庄严肃穆。在兰州生活的少数民族中，回族人口最多。自元代以来，甘肃就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回族人来到甘肃，与丝绸之路的商贸以及元朝安置回族军士族在西北地区戍边屯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地奶茶是值得尝一尝的饮品，有甜咸2种口味。更为独特的是其中加料很有当地特色，藜麦、青稞、酥油、炒米还有甜胚，每一种都是高原地区的特有。甜的能加这个甜胚是吧？热的也加不了这个，冰的和常温的可以。加这个。这啥？青稞。老板看了一眼，然后他翻到背面。带有漂亮花纹的茶壶和器皿，更是增添了一份异域风情。奶茶酸奶。加个那个藜麦吧。这个不加。这个也不要加，随便加，加2个就行。好像吗？我没有喝过这个。我们来个咸的好不好？甜的还是咸的？然后青稞是吧？咸我们不能加啥呀？青稞、藜麦、紫米、炒米、酥油的这种。老酸奶同样也可以选择加料。来，坐里面吧，有位子里面坐，进来坐。来，进来坐。这个大的拿一个吗？这个吗？10块钱3个，拿一个4块。拿3个吧，10块。快啊！来，坐里面先。要酸大包吗？
吃饭不了，好多了，现在。牛奶鸡蛋醪糟是在兰州很流行的一道甜品小吃，而且起源就在甘肃。牛奶烧开，加入白砂糖和醪糟，煮开之后打入鸡蛋。不管冬天还是夏日，来买的人都不少。奶味醇香，醪糟清润，鸡蛋花柔软滑嫩，最后再撒上一把芝麻、花生，还有葡萄干儿。梗子啊！俺老亲的，是不少呗？不少呗？不少呗吧？有点味道。你有几个？哪个嘛？你有几个？看看那有一个吧。招牌甜胚奶茶中的这些谷物小颗粒就是甜胚，它们其实是来自青海的西北特色。经过发酵的油麦，吃起来甜中带着微微的酒味，加入到饮品中味道很独特。不仅有甜胚奶茶，还可以加到绿茶、柠檬茶中，就连老酸奶也可以混入甜胚。味道小臭臭，你上去在外面的话里面没有。一个那个啥，三杯汤。好。除了南关民族风味一条街，另外一处热闹的美食夜市是大众巷。相较于专注清真风味的南关夜市，大众巷里的小吃种类更为繁多，清真风味、网红小吃、烧烤、煎炸，样样齐全。接下来，我们再转去大众巷夜市逛一逛，看看那里的美食和小吃的价位如何。
这个不要了吧？来嘛，再跟我们讲什么客气嘛？这个干嘛都来？一杯够。这里也有牛奶鸡蛋醪糟。其实，在兰州有无数家牛奶鸡蛋醪糟，并且每一家似乎都叫马爷，而且一定是长胡子的爷爷在制作。之后我们还会遇到马爷牛奶醪糟，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哦。这也算是兰州当地的一处景致了。都是年轻人。从草里面了。这没有了。那你拿上个了呀？这一块钱没有了。里面是肉哎。给你找不开的。很麻烦的，那我给你微信找1块钱啊。要不导游？退了一件以后。你把羊吃了吗？是。开完了就播。你喜欢吃那个鸡蛋？这是甜的吗？是啊。没有了。买了。只有喝吗，大伯？啊，就这么喝吗？就这么喝吗？你来一杯吧。来一杯可以。可以，小人不杯，小人不吃。现在不好看的东西都卖完了，多的时候它就好看，全部摆这么多。现在卖完了。甘肃银行收款15元。好了，开走啊！来，麻辣土豆来，这个大份小份的啊。买一份啊，我也。
好扎一点。好热吗？甘肃省地处中国西北高原，也是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也是东西方交往活跃的主干道。而兰州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城市，从古至今都是连通四域的枢纽和要塞。各个民族在这里融合出令人难忘的风味美食。来到兰州，一定要尝一尝这里地道的融合之味。好啦，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